你是色盲吗？如果你是的话，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红领巾是什么颜色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杜克大学数学系和统计系毕业的色盲。我不知道您身边是否会存在着这样的一波朋友，在每年体检的时候，他们都会盯着这个色谱图看很久，然后忽然暴毙。没错，我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因为我是色盲，所以很多我的朋友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特别好奇我眼中看到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此啊，我的童年还有青年时代的耳边就一直徘徊着诸如此类的问题。什么？小五你色盲是吗？红领巾是什么颜色的呀？去你大爷的！哎，小五你色盲是吗？那你看看这里边哪条道道是灰色的呀？去你大爷的！啊，你是红色色盲吗？你不会透视吧？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这都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啊，为了能够真的让大家理解到我们色盲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视频，并且利用一些基本的数学法则，让大家知道色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认知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意识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儿。要弄清楚色盲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下我们人到底是怎么辨别颜色的。首先，在生物上，我们眼中有3种接受红绿蓝色谱频段的细胞，并且将其转化为信号发送给脑子，从而获得色感。这些呢，其实早就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们今天不多说了。但是，真正鲜有人提及的是，我们的脑子到底是如何把这样的一个颜色和红色这一个词的这个概念给联系到一块的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下面呢就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我们咿呀学语的时期。在你来到这个世界睁开双眼的瞬间呢，你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模样，一个一个鲜活的颜色在你眼中显得格外的耀眼。你虽然能够看见它们，但是你却不知道它们到底叫啥。几个月之后啊，你终于开始学习说话了。这个时候，你的父母拿起了一顶你大爷的帽子，并且指着它对着你说：“宝宝，这是绿色的。”从此你就知道了绿色这个词，并且终于领略到了绿色这个词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看见没有？我们每个人在认识并且判断一个颜色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感受和我们新学到的一些概念这2个东西之间建立一个函数映射的过程。你的眼中所看到的绿色，其实就像一把钥匙，而你父母告诉你绿色这个词就像是一把锁，而你在认识绿色是什么，并且在学习说话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在把这把钥匙插入到这把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尽管你和我眼中看到的绿色这个颜色可能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人手拿的这把钥匙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是我们把这个钥匙插入到这个锁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对于颜色的判断也会保持一致。这样子的情况，我不会认为你是色盲，你也不会认为我是色盲。于是啊，根据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之所以为色盲，其实主要是因为我的插入姿势和你的插入姿势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插入的姿势会不一样呢？原因呢，可能会有3个。第一，错误发生在中间，我也记不清楚到底哪个钥匙插入到哪一个锁里边了。如果我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话，那我大概率应该不是一个色盲，我应该是脑残。第2种情况，错误发生在右边，自始至终我就从未见过大家都听说过的这一把锁。那如果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话，我大概率应该也不是色盲，我应该是文盲。而第3种情况就是错误发生在左边，我和你们各位都有一样多的锁，但是出于某些原因，我少了一把钥匙，因此呢，在开锁的过程中，根据抽屉原理，我不得不用同一把钥匙去开2把不同的锁。而这个才是色盲真正的原因。我们其实并不是看不到某一种颜色，而只是在我们的眼睛里面，那原本应该分别代表红色和绿色的2把钥匙，因为一些生理的原因，我们只拿到了1个。所以呢，我才会拿着这把钥匙唰乱插一通，导致我和我朋友之间的颜色沟通出了不少的问题。用数学的语言来讲，其实就是我们色盲的定义域要比别人要少一点。尽管我们的值域其实和大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定义域错误，我们之间构建出来这个函数，那一定是错误的。而这就是真正的色盲，一个少了一把钥匙的人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然而，尽管我的朋友对于我这个色盲眼中所看到的世界抱有极强的好奇心，即便我这么努力的来跟您介绍我们色盲的眼中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们还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来感受到别人眼睛中所看到的颜色到底长什么样子。举个例子啊，你眼睛中所看到的草莓是这个样子的，并且呢，你通过后天的学习，你管这个颜色叫做红色。这是一个红色的草莓，草莓是红色的。但是或许我眼睛中所看到的草莓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并且我也通过后天的学习认识到这个颜色其实是红色，所以呢，我也管它叫做一个红色的草莓。尽管在我们对于颜色的交流过程中，我们都管这个颜色叫做红色，没有任何的歧义，但我们意识中对于红色的感受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生而为人，即便我们对于抽象的事物有着同样的认知，但是对于抽象事物的感知还有意识之上，我们都是孤独的。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任何的方法去突破这样的局限，去真正的感受到他人的感知是怎么个样子的呢？ Well， 现在的科学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两个派别，其中一个是否认派，他们坚信缺少了感受器的感受是无法被真正感受到的。什么意思？咱们打一个比方，我吃了个桃桃，感觉很凉凉。之后，一个没有任何温度感知的外星人降临于人世，他问我，凉凉是什么？于是呢，我就和这个外星人说，凉凉呢，就是我皮肤中对于温度的感受器向我的大脑发出了约50毫伏左右的脉冲信号。这个外星人听后点了点头，表示充分学习到了。但是自始至终，不论我把凉凉的原理跟他讲得有多么的清楚，他始终没有任何的办法去感受到桃桃的凉凉。更加通俗的来讲，就是宦官不论多么的强暴，他一辈子都不可能感受到快感。然而就在这么几年，另外一派持反对意见的学派也正在兴起。而这一些科学家们认为或许我们其实可以用我们已有的这些感受去描述那些我们未曾体验过的新的感受。美国麻省理工神经科学系的 Paul Bach 教授发明的 Brainport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能够让没有视觉的盲人通过舌头的味觉再一次看见并且感受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人呢其实是可以通过味觉来重新获得视觉的。然而几年过去了，两派的科学家一直在打架，也没打出一个最终的结果。虽然很抱歉，现在确实没有一个最终一定的结论，但是呢，我是更加相信第二种观点的，其原因如下。曾经我们的祖先智人在智力还有体力上都远远不及北方的另外一种猿人，叫做尼安德塔人。但是因为我们语言的进步，使智人可以互相讨论更加抽象的事物，并且理解并感受到什么是宗教什么是崇拜，甚至什么是权力等等等等这些抽象的事物。也正是因此，智人就形成了更大的群落，才得以战胜北方的以家庭为单位活动的尼安德塔人。这其实就是语言的力量，语言复杂性给人能够带来的力量。或许现在我们的语言还不足以描述出我眼睛中的红色到底是什么样子，你或许也不能够理解色盲眼睛中的世界又是如何，宦官也无法体会到某一种神奇的快乐。但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待我们的语言发展得更加的复杂，人们交流的手段更加多样，各式各样的穿戴式传感器也变得更加的发达，也许就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点，全宇宙的外星人都会跟你说，吃个桃桃，有点凉凉。尊重知识，探索商业，挖掘方法。大家好，我是贤武。自下一周开始呢，我会为大学生们准备一个特别长的关于大学生该如何策划自己的大学4年的长系列视频。如果您感兴趣，请务必要3连关注加转发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